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失去了所有感官，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甚至连痛觉都没有了，外面这个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建议你先把事情暂停一下，花1分钟的时间用心去体验一下。如果你能够体验出来什么，那么你有可能瞬间开悟觉醒。但如果你感觉很恐怖或者有不适感，那么就请立刻划走这个视频。接下来我会带你了解微观量子世界里正在发生着多么神奇、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颠覆三观的事情。如果你能真正理解量子领域发生的事情，你有很大的可能会瞬间了解宇宙运作规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强烈建议你看完这条视频。我会详细的告诉你量子领域的运作法则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三维现实世界。同时我还会告诉你我从量子世界总结出来的5条人生核心领悟，这些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三观。另外，这条视频会非常烧脑，可能会让你有一种知识穿肠过，酒肉心中留的感觉，所以建议你先点赞收藏一下。首先，什么是量子？就是世界万物分割到不能再分割的最小的基本单位，你就把它理解为微观世界的基本粒子。我们人类目前观测到量子世界是由分子、原子、质子、中子、夸克、电子等基本粒子组成的。有了量子这个概念，那让我们再来试想一下，我们生活的地球以及宇宙中的其他星球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生物体内部的基本粒子？宇宙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会不会有多重宇宙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人类真的会比沧海一粟、红河一沙还要渺小。那么曾经让你痛不欲生的人间游戏里的贪嗔痴慢疑、喜怒忧思悲恐惊，会不会瞬间化为虚无？就像我们在观察蚂蚁为了争夺一粒大米而打得死去活来是一样的呢？另外，再来思考一个极其诡异的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型的生物体内，那么我们的意识和灵魂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巨型生物体意识和灵魂的一部分呢？我们和母体的意识灵魂本质上一模一样，只是有的人打怪升级更快一些，上传的多，下载的多，而有的人打怪升级少，进化的慢，上传下载都很少。就像佛学里所说的本自具足，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那这么看来，人类的躯体有没有可能只是母体为了进化出更加强大的灵魂和意识而选择的工具呢？我们每个人经历的每个痛苦、烦恼、挫折，本质上都是为了进化意识、灵魂而设定好的打怪升级的剧本。第二，什么是波粒二象性以及量子叠加态？就是微观世界的基本粒子在同一时刻既是能量波，也是一种粒子，是能量波和粒子两种形态的叠加。同时，这些微观世界的基本粒子在每一刻都具有多个形态和多个位置的不确定性的叠加状态，这也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这一点跟我们宏观世界非常不同，因为我们宏观世界里任何一个生物在某一时刻都只有一个状态和一个确定的位置。然后我们继续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是一个巨型生物体中的基本粒子，根据量子叠加态的说法，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有可能是很多种可能性？你就可能是农民、官员、乞丐、富翁、网红、企业家等等等等。这是否就是佛家所说的空性？因为真空才能万有。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没有绝对的好坏。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负债、失业、破产、生病都未必是坏事，只有你的意识把它定义成了坏事，于是它就坍缩成了坏事，失去了变成机会的可能性。理解了这个，你能否还在怀疑吸引力法则呢？还会给一个事情贴上坏的标签吗？第三，什么是量子纠缠？就是一个母粒子分裂衰变成两个孪生粒子，不管它们相隔多远，相隔多久，其中一个粒子发生
变化，另外一个也会瞬间发生相反的变化。什么是量子坍缩态？就是量子的叠加态，经不起看。如果你有意识的去观察它，它会瞬间从多个形态坍缩转变成一个确定的形态。第四，继续假设我们是一个巨型生物体的基本粒子。根据量子纠缠的说法，我们在现实世界的人生命运剧本有没有可能取决于另外一个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孪生纠缠体的反向影响呢？它变得更好，我们就会变得更差；我们变得更好，它就会变得更差。那么命运是不是就变成了我们和另外一个孪生纠缠体的一个竞争游戏呢？看谁先苏醒，成为命运掌控者的游戏。没有苏醒的人的命运是不是已经被已经苏醒的人反向影响和操控了？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觉醒，我们的命运就会不知在何处的孪生纠缠体所掌控着。第四，什么是双缝实验呢？简单来说，就是基本粒子穿过第一层中间挡板上的两个狭长的细缝中的一个后，就会像水波一样在第二层的背景板上留下许多个干涉条纹。但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观察粒子到底通过了哪一条细缝，那么背景板上就不再显示多条干涉条纹，只剩下两粒粒子条纹。也就是说，没有观察时它表现为波，观察时它表现为粒子。好像微观世界能够感受到人们的窥视，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双缝实验的观察者效应。如果我们和地球也是基本粒子，根据双缝实验的观察者效应，基本粒子意识到人的窥探从能量波的形态显化为粒子形态，那这就是否意味着一切都是觉知、关照和思考的结果呢？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命运和现实世界的好坏取决于我们的意识和灵魂的关照程度、介入程度呢？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财富显化程度取决于我们对于想要得到的东西在意识觉知上的刻画的清晰程度呢？这是否就是吸引力法则的基本原理？这是否就是佛家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呢？这些问题我想留给你去思考，因为自己悟到了，才能让自己发生变化。最后咱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真的有时间吗？真的是先有因才有果吗？如果我们也是基本粒子，根据量子纠缠，我们用意识介入观察其中的一个孪生量子，这个量子就会坍缩成一个固定形态的结果。那么另一个量子不管在哪里，都会坍缩成一个相反的固定形态的结果。那是不是意味着因果可以同时发生？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回到三维世界，如果你不盯着孩子的缺点，他可能就会变得更加优秀。你去算命之后不算，也许会更好，算了之后大概率你会被限制在你所算的这个结果里面。所谓的时间、空间、速度、生灭，在量子领域都不存在，而这些是否只是我们的感官在宏观世界里面的错觉呢？我们是不是把感官的错觉当成了真理？如果你能看到这里，而且有所收获，请你点赞收藏一下。请问到目前为止，你的大脑有没有缺氧？你能否在评论区写下你最深的一个感触吗？